淑琴找到宋世林以后，他就没出过那房间，人儿也没进去过。他在哪儿？他怎么托付给你东西的？那个地下防空洞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你们是怎么联系的？我们有自己的联络方式。如果警察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们早就完了。这个世上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警察呀？那个植物人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是他的徒弟。这个你都猜得到吗？看来他真是低估你了。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要做那个决定了。他是因为徒弟成了废物才绝望，还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乐趣了？老宋和我说，在这个世上，小龙是他唯一的亲人。他本来不想让小龙去干那些事情，他说的这些事情，在6年以前就结束了。但是小龙不听。小龙说，当初出卖师傅和大哥的人不死的话，这件事情永远没完。老宋让我劝小龙，我和小龙说，那是我们那一辈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。小龙又说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他不想让师傅一辈子背黑锅，他也没脸在江湖上继续行走。隧道的案子是小龙干的。嗯？小龙想杀谁？他那些帮手是从哪儿找的？刘队，你们警察的情报系统也太失水准了吧！小龙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。他曾经说过，他要办那件事情，不会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。果然让他说中了。别吹牛，我要是没猜错，对手是马博。王群潜逃以后，马博去做了整容手术，自以为没有人能认出他来，所以又潜回了本市。结果被小龙发现了。马博知道这笔账迟早要算，不如趁小龙羽翼未丰，趁早下手，因此答应了决斗。地点就选择在隧道，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，目的是在给对手传递拼死一搏的信号。小龙年轻气盛，自以为天下第一杀手，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的道理。马博带来的那帮人绝非善茬，出手比他还快，否则小龙的师傅就不会做上去了。初生牛犊啊！难怪老宋说这是命。永远，告诉我，那帮人哪找的？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。小龙办那些事情，他不让他师傅和我插手，人是他自己找的，车辆和器械也是前一天有人专门送的。他说那是叫专业分工，各吃一碗饭。他那个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句笑话说的是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”我们这代人早就过时喽。宋哥，今天小弟我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。实际上，你这个对手，他们早就猜到了。还好，他们给了你2天的时间。你死的不冤。
一路走好。说吧，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说！我没出卖你，那你的手机怎么在宋世林手上？那是我借给别人了。别了。喂，你好，温斯路派出所。几点？5点。老陈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你说舒哥会不会自己去见那个人了？打个电话吧。再等等。都1个多小时了，还等什么呀？要是陷阱的话，要是陷阱，舒心早就被剁成肉泥了。你现在打电话管个屁用！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死等吧？别弄得跟宋世林一样，到最后见的就是尸体了。呸！呸！我不是说舒哥会变成尸体，我是说呀，要是咱们到东山之前见了宋世林的话，也许就不会这么麻烦了，说对不对？谁报的警？我报。你在什么地方？正边，走。我没出卖你，我也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那天，他跟我说他手机没电了，说要跟我借手机，我就把手机借给他了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事完以后，你为什么骗我说你的手机丢了？因为你说不清楚，因为是你手机陷的密，我白把你当兄弟。我没出卖你，这事儿对你也没造成太大的影响。你不现在还在公安局？放屁！打死我！你们来这儿干嘛110平台说这儿有人打架。没事儿，我俩手痒了，说来练练手。回。李所，要不要我们跟你回去录个口供？哎，别！李所，我知道你们出警了，我也不想让你们为难。哎，舒克，这是小事，我来处理哈。没事。你两兄弟这是咋了？皮痒了，欠揍。哎，这儿没事了，你让他们回去吧。
马上就好了。你还在里面干什么呀？都1个小时了。妈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是不是又躲在里面化妆了？我在单位也算是个领导吧，不能不太注重形象。哼，你那叫什么单位呀？一群无耻的少男少女在一起就互相攀比、互相影响，自甘堕落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现在也算是信息社会了，您不能老拿你们那代人的观念来评判我们这代人吧？什么年代都得有标准。快开门！你又化妆了？化妆给谁看呢？妈，你又要去哪儿？人长什么样就什么样，靠涂脂抹粉能把癞蛤蟆变成天仙呢？妈，哪有人把自己女儿说成癞蛤蟆的呀？你给我擦了，擦了呀！干嘛呀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呐？堂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在干什么工作。哎，你去听听周围邻居怎么说云天阁的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说什么你怎么从来都不信啊？你还顶嘴？我跟你讲道理呢。你那叫什么道理呀？虚荣、肤浅、拜金主义，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从小到大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个问题少女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您才满意。想我满意很容易，你辞掉现在这份工作，谁像你那样白天在家睡大觉，晚上溜出去干活，日夜颠倒？服务行业不就是这样吗？人家电影院、剧院不都是晚上工作的，工厂还有夜班的。再说您不也上过夜班？你还狡辩你？那个工人上夜班那是正常的工作，你那叫什么夜班呐？腐朽奢靡、肮脏不堪的夜生活，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？妈，您这一竿子可打翻了一船人。我大兵叔叔还去云天阁吃饭呢。谁？哪个大兵叔叔？哎，你说呀！说就说，就是大兵叔叔，我二爸。刘斌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在滨江呢？瞎说！我没瞎说。我二爸调到滨江市公安局工作了。不信，你去公安局问去。来不及了，走。不是说了让你买水吗？只有啤酒。宋世林是青龙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你一直想问这话，一直没问，到今天你才下决心问。我没别的意思。宋世林是我的远房表哥。我管他的亲妈叫大姨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。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过继到别人家里。冯源约我去的那个车站，就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警校，他还是个乡下人。有一天，我爸拿了个信封，说是让我到车站去见一个人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话很少，挺高挺瘦，比较酷。他打开信封，看里面的信，突然之间就把那个信封摔在我的脸上，我吓懵了。
信封里边全都是10块钱一张的钞票，那个时候没有50、100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过去的那个人家，那个男的以前是国民党军官，解放以后被判了刑，刑满释放，他老婆已经老了，生不了孩子，所以他们只能抱一个。由于他们家出身不好，他从小就受人欺负。按我妈的话说，这孩子从早到晚没有哪天是不挂彩的。他亲生父母不管他，老师也不找家长，就当没他这个学生。我估摸着，他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觉得社会在欠他。上中学以后，他天天打架，全市没有一个中学愿意收他。回家以后，他就折腾父母，没过多久就把他养父逼得上吊自杀，把他继母也逼得离家出走。再以后，他就折腾他亲爹亲妈，还有我们这些亲戚。典型的偏执性格，仇视社会，仇视人类。哎，从那时候开始，老爷子就偷偷的瞒着你妈给他钱。那倒不是，后来听我妈说，他那次来不是为了要钱，他是想让老爷子帮他办个城镇户口。可是我老爷子那种人，哪可能帮他办这事儿？现在你还怀疑我和他之间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事情吗？换作是我，我也会怀疑。哎呀，不是我瞒着你不说，这件事情我不想提。后来他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有时候我甚至怀疑，是不是因为我们3代都是警察，他才故意选择了这条路，目的就是跟社会作对，跟我们这个家族作对。宋世林是青龙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隐隐约一种感觉。宋世林有个小名儿，跟他的徒弟一样，也叫小龙，而且他属蛇。这个家伙，小的时候喜欢往脸上抹锅灰，半夜3更出去吓唬人，还自称是青龙下凡。你还记得我带你去找过他？那是我第一次去找他，我怎么试探，他都不肯承认自己是青龙。我把这2年办过的案子仔细捋了一遍，只有宋世林让我感觉很模糊，我老抓不住他，
可他总像个影子一样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刚才说偏执狂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有偏执倾向，要不然我干嘛老盯着他？事实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现在我真希望他不是秦王。那天在电话里你告诉我他死了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就像被人掏空了一样，空落落的。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到底是他先对不起这个社会，还是这个社会先对不起他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宋世林，你会不会亲手把他送进监狱？你说呢？想不明白，这事儿太他妈麻烦。如果宋世林跟你想的一样，他就没必要自杀了。你小子心咋还这么狠？走吧，干嘛去？跟我去局里县留去。干嘛去？我们不能再等了，我觉得必须给刘局打电话，否则万一…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？没万一。难说，咱们3个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丝曙光了，要是舒哥出什么事怎么办啊？我说你就不能盼他点好啊？啊？那乌鸦嘴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在这耗着也是耗着，我上医院看看我妈去。你不刚从医院回来吗？对不起啊，老全，你去医院吧，你好好陪陪你妈，这儿我看着。舒哥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。别给书记打电话，有事他会打过来的。行了，我不打，赶紧去吧。我走了啊。嗯，行了，我不打，赶紧去吧，去吧。洪波，老鬼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就差嫌疑人到位了。我问的不是案件本身，我问的是动机。崔凯为什么要杀老鬼？那你去问崔凯呀。所以啊，现在就差崔凯到位了。崔凯这么难抓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就我那小徒弟说啊，每次就差一点。这个崔凯呢，就好像脑袋后边长了一双眼睛，咱们的一举一动他全都知道。你觉得会不会是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咱们现在没有证据。你查的怎么样了？自从调回专案组，满脑子都是隧道案，没时间。走啊！还是你自己去找刘局吧，我不去。咱俩不是说开了吗？你有什么顾虑？不是，我不是顾虑，但这事儿确实牵扯到我了。你知道现在警队里边有多少人在盯着你啊？刘局是把你调回来了，可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啊？没准他现在只是把你当成一根救命稻草，先抓在手里。不去。好，等查清楚以后，我来告诉你。喂，舒心，
刘局就算是一头狮子，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群狼。他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，咱不行。做事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我刘斌。喂，请讲话。喂，是我。你是嫂子？对，是我。刘斌，真是你？哎呀，听话。这枪是男孩子玩的，你是女孩子，是不是给你买个大洋娃娃啊？我不要洋娃娃，我要枪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了枪，我就可以和爸爸一起去抓坏蛋。那抓坏蛋是男孩子的事儿啊。派出所的小芳阿姨不是女的吗？我长大了也要当女警察。哦，我们妞妞真是不一样。好，叔叔给你买啊。请问玩具柜台在哪？在这上面。小朋友，你喜欢枪吗？为什么喜欢枪呢？有枪我就能杀死好多好多坏人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整天就知道玩电子游戏，睡觉做梦都沙沙的，看把我孩子带成什么样子了，弄得他都有暴力倾向了。服务员，这把枪多少钱？这枪80，是今年的最新款式，而且还是仿 M16的。你看这样子多逼真，而且它还是带激光声控的。我要一把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先生。小朋友，白白送给你一把枪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想拐骗我孩子吗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送给小朋友一个玩具枪。谁让你送？我又不是买不起，只要我高兴，我整个商场都买下来。你多事，走。走。刘冰，嫂子，书记，不局，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找刘姐。刘姐不在。书记，到办公室来一趟。你笑什么？人真多啊！我想起以前陆小天说过，你们俩约会的地点，永远选人多的地方，因为他不敢带你去人少的地方，怕你遭人报复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保留了这种习惯，带我到这儿来。你也没变，一进商场就往玩具柜台跑。我进来呀，哪儿都没去，直接问玩具柜台在哪儿。果然你就在那儿。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哦，早成家了。你带妞妞走的2年后，找了个同行。啊，有孩子吗？有，和妞妞一样，是个女孩，现在上高中。
他们也来滨江了？没有，他带着孩子在另外的城市上学。怎么，你们离了？没有，案件起点。哎呀，这可能是受小天过去的影响。我不想让他们俩为我担惊受怕。现在除了我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俩在什么地方。你还不如小天呢，连老婆孩子都不敢带在身边。啊，不说过去了。本来我不想再和你有联系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嫂子，你还跟我客气？什么事？是彤彤。哦，就是陆琪。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他从小没有父亲管教，小时候我说他还听，现在翅膀硬了。他现在还管你叫二爸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？妞妞怎么了？他的工作，你不觉得那种地方不适合他吗？哦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在那儿。哎，我不是说这个单位不好。你还想说好？那种地方，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肮脏恶心。她是我佟思远的女儿，怎么能在那种地方工作呢？他父亲再怎么说，以前也是个警察。小天要是知道他女儿现在在那种地方工作，在地下也会不安的。哎，嫂子，你别着急呀。哎呀，哎，夫爵，你说，您叫我来办公室。哦，哎，你那个手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？夫爵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？哦，没事，没什么事。夫爵，我已经在这儿坐了半天了。是吗？我真是没什么事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舒心，你到专案组已经几天了？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老本行，熟悉一下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有线索吗？不想说，那我就不问。哦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我不分管刑侦，你跟我说也等于白说。不过舒心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查案是工作，别
别把它搞成你和刘局2个人的事情。我知道，干刑侦的嘴严，但不能说和不说是2个概念，尤其在这种时候。查案表面上是侦查员个人的行动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。不宜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，那很容易让人误解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意思。你这个手啊，还是得去医院看看，别让人看着那么狼狈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会跟他谈，但没有把握他听不听。现在80、90后的孩子，很难能听进去别人的话。小时候他跟你最亲，连他爸的话都不听，就听你的。我是实在拿他没办法了，可又不能不管。小童啊，我劝你一句，妞妞早晚要嫁人，你还能管她一辈子啊？你也这么说。哎，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啊？你甭问了，我要找你的时候能找到你，你别找我们。还有一件事。你说。别跟妞妞说她爸。你想瞒孩子一辈子啊？刘斌，你要还拿陆小天当朋友，还记得你对我的保证，就别对妞妞说她爸。当年我谁也没告诉，就带妞妞离开，就是为了让她永远忘记那个地方。忘记一切和那儿有关的人和事，也包括你。我不想让他再和那个地方有任何联系，我不想让他在阴影中生活一辈子。哦，以我的判断，王群在潜逃前把手机交给了宋世林，并且告知他对方是谁。他之所以一直留着这个手机，就是想把它当做底牌，以便出事的时候用来自保。还有谁知道这事儿？除了我和刘洪波，只有您。冯源的话可信吗？冯源这个人，以前没见过，但以我对宋世林的了解，应该是真话。黑道上的斗争，比阳光下的任何职业都更加惨烈，更加血腥，弄不好连命都丢了。以冯源和宋世林的年纪，要不然当上黑道老大，要不然就被淘汰。心灰意冷是他们这个年龄段曾经在道上混的人的普遍心态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这是真话，你将面临着死无对证的局面。宋世林死了，他的徒弟成了植物人，冯源是不会给你做证人的。我明白，所以我希望局里先不要查这件事情。与其声势浩大时无声无息中，不如找个机会直接抓住幕后黑手。人家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贼得手一次，就会惦记下一次。蛇有蛇路，鼠有鼠道。
小龙既然是宋世林的徒弟，他查的人必然跟宋世林的经历有关系。我盯宋世林不是1、2年了，找出这个人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心系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喋血汉字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情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真情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